就带一些我喜欢的黑胶，还有我喜欢的海报。还有查理布朗，没有，就是一直我很喜欢的娃娃。你很尬的现在。对，我现在很尬，被我看到查理布朗，因为太赤裸了，我会带相机，然后自己拍喜欢的照片，寄给自己，提醒自己说，这个旅程带给感动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我妹也觉得我很做作。拥抱的过程中，我觉得那个肢体温度，还有听到对方心跳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很亲密，而且我觉得可以给我很多力量。我之前有在吃饭的时候遇过你，有吗？某个日式的料理店，你就坐旁边，然后你拿 iPad 在看剧吧，像 Skia 之类的东西。那就是 Skia 吧，就是 Skia， 因为我很常吃 Skia。对，走进去这个人好面熟。对，我都会带 iPad 去。好，那我没认错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传播帝。今天的来宾呢是去年在一部 BL 剧《很久定律》里面演出的来宾，欢迎啊！不要紧张，怎么那么紧张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欢迎胡秉承。你好。其实我有看你们去年的那个，你有看？因为我跟谢云很好，对，所以我支持他一下。我有发现，对你有跟他出现在同一个线中里面，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。你不会觉得那部戏很闷吗？啊，没有，我觉得他的取向跟就我们的 BL 剧好像比较不一样，完全、更写实一点。是我们吸引到观众比较少一点啊，就因为就有点难度，可能客群不一样吧。对，无客群啊，没有开玩笑的，我的玩笑好啦。不过你今天来是因为你发了新的单曲叫《房间》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根据你的描述，这首单曲《房间》是跟自由有关系，可是房间很小。对，房间它在空间上是很小，然后相对看起来不自由，没有错。可是我觉得，就是我想要呈现的自由是比较是心境上的，那种自由。所以因为在房间里面，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会比较自在吧。所以说在心境上就是感觉回到自己一个专属的空间，可以没有任何的武装，没错，很自在那样子。对，你可以自在，你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任何样子，然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也不会有人评断你或者是怎么样。我觉得我最喜欢我歌里面的一句歌词就是，如果我们放弃追求自由，就反而会自由。真正的自由，对，真正的自由是你不去思考说你还可以抓住什么，或者是你怕你错过什么，而是你可以放宽心的去体验这个世界。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人可以最自由的状态。我觉得蛮难的，很难啊！你办到了吗？我办不到啊，没有，所以写了这首歌。没有，对，这首歌就是一种提醒吧。就我想要给自己一个，对，随时一个提醒，然后也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。那我看到你在 MV 里面，就是你是自己一个人穿着 MV，然后在穿着 MV， 不，穿着睡衣，穿着睡衣，对，穿在里面这样跳来跳去，就是你自在的样子吗？还是你自己觉得很尬？我拍的时候当然很尴尬，可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呈现自己最自在的样子，因为这首歌就是这样子嘛。对，然后我其实，在拍的过程中也学到很多，就是我一直想到说，就是我身为演员，然后或是身为有在创作歌曲的人，我不敢称歌手，对，但就是我觉得真诚跟赤裸的呈现自己是很重要的，虽然这很可怕，因为就是很尴尬嘛，你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喜欢你这个样子，可是我觉得我喜欢的作品也都是有这个真诚的元素在里面，所以如果我喜欢这样的东西，我就应该也要我的创作里面应该也要保有这样子的灵魂，我觉得，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呈现自己最白痴的样子，没关系。你真的在房间会这样子听歌的时候？会啊，好赤裸哦，你们不会觉得就是好丢脸哦，我自己被看光了。而且那一套就是你平常穿的睡衣吗？不会，那是那个就不是那是假的。对，我想说不可能，这个男生给我穿这个睡衣。没有，平常就是可能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穿个短裤而已，就是短裤背心，对，背心这样子而已。那一套太完整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那太随便了，所以我觉得在 MV 里面还是要可爱一点。自己说，因为我觉得那一套很可爱，所以我想说那就把它有。那你拍了几次才完成？我拍了。很难一次 OK 的，很难一次，我拍了3天吧。你拍了3天，就是因为我房间的光它就是下午比较好，所以我就只有下午某个时间可以拍，就是1到2个小时之类的。对，然后你拍完就还要再回去看5分钟的回放，然后就好累哦。而且你房间贴了很多海报，然后听说还有收集黑胶，你还收集什么东西啊？其实我有带，我可以拿吗？好，可以，还是外面帮我们递一下。想说，既然我说我喜欢黑胶，我就要证明我喜欢黑胶，就带一些我喜欢的黑胶，还有我喜欢的海报。还有查理布朗，对啊，就是一直我很喜欢的娃娃。对，查理布朗感觉陪伴你很久了吧？陪伴我很久了，就是好了，我觉得突然觉得查理布朗你很童趣哎，你很尬的现在。对，我现在很尬，因为查理布朗有点太赤裸了，很少看到来宾这么忙碌的。没有，就是一个很做作的人这样，就是要听什么黑胶啊，然后贴海报这样。
我经纪人也是，你经纪人也是吗？对他很爱黑胶。那他跟我一样做作他当然还没有开始这条路，他只是想要准备做作而已。哦，这样。你在做作的路上，我一定在做作的路上。我支持做作的路上，我支持。对啊，因为就是我们的，你知道生活就是要有质感嘛。对，像这个就是它是纯钢琴的演奏，FKJ， 我觉得应该有些人知道。很好听，应该有些人知道 FKJ， 对，他是一个纯钢琴的表演家，他也来台湾蛮多次的，对，就是我觉得偶尔会收集这种比较老的，因为这就是挖宝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可能一张才300块，可是它原价可能就是要1-2千块，然后就会听一些这就是文青必备的这种。就是落日飞车啊，然后拉拉链的原声带啊，哇，拉拉链我很喜欢，对我也很喜欢，电影原声带也会，然后这些都是比较民谣的。我就喜欢听一些民谣啦，民谣为主。我先给他一个掌声。我不会说你做作，那你是真的很热爱。对啊，我很喜欢欸。好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串流的时代，我也会我也会把音乐当作是一个，好像有时候会觉得它好像没有这么有价值，因为你随便就可以点到音乐了。可是事实上有实体化的东西。对啊，而且我如果身为创作音乐的人，就知道说，其实创作一首歌是很难的，对，是要花很大量的精力的，所以我觉得用黑胶，然后透过这个播放的仪式，会让我珍惜音乐这个东西。其实我很多海报都贴在墙上，或是太大张我就不能带，但这就是我喜欢的一些电影。我觉得现在片商都很厉害，你很认真，你还用盒子装起来。对，这是我朋友送我的，就我发现原来，因为你知道现在电影院啊，它就是为了吸引你去看电影。就会送海报，然后这种我们这种很爱海报的人就会去看，想要收集，然后有时候就看不止一次这样，因为你为了海报，因为他可能每一周有不同的海报，对，他就故意的，对啊，这就是那个日本最近很有名的叫做天哪，《青春末世物语》，很好看的，坂本龙一的儿子是不是？对，有 sense， 我还没看到，还没看，有人跟我可以哦。然后这是巴黎德州，也是一个。就是那个，你知道我的完美日常吗？也是一个日本电影，我知道。对，就是那个文温德斯那个导演他的之前的作品，然后也很好看，超多的。我就是米奇17号，对啊，米奇17，我还去看那种特映，可以一次拿一堆限量的。我超爱这一部 IMAX， 对我很喜欢罗伯·派丁森。我们会不会聊太多？不会，因为我超爱这部电影。对，然后这是 Flow， 就是一个猫咪的那个，去年是不是有入围奥斯卡？对，有得，就是《喵的奇幻旅程》。我现在只有带这一盒啦，反正就是。那你家里还有更多的意思？对，就是像什么《再见机器人》，我也很爱啊。可是我是买那种最大张的那种海报，所以我带不过。不过听说你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，妈妈叫你念什么就念什么，是这样吗？因为我念的是台大金融。台大财经，财务金融学系。因为我妈本来就是财经背景的，所以我能理解她这种。为我好，然后希望我以后过一个安稳的生活。为你好，因为那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所以我也不会有多大的自己的想法。我是觉得我们高中教育应该要有这个认识自己的过程。其实我是这么认为。对啊，不然我们就是到大学才慢慢探。但是这就是我觉得大学很好的地方。对我来说啊，综合大学是一个很多元的地方嘛，所以我可以比较晚察觉自己要什么也没关系，而且我在台大其实是可以去很多系修别的课，然后我觉得会慢慢更认识自己，因为读书跟工作还是两回事。对，那我真的去金融业实习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哦，这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我并没有恨死了吗？这样子没有到恨死，可是我感觉我想要更有温度的交流。对，就是那是某些人喜欢的一种方式，可是我喜欢的看世界的方式是跟人交流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聊天的感觉。刚好就在那个时候，就传院的朋友他们要拍那个一个 MV， 就找你演出。对，他就是因为他们要找剃光头的，他们找个剃光头的演员。可是你知道演员头发其实也是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尤其广告根本不会要一个光头，你剃完就要再好几个月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，那我也还不是演员，那我就可以去试一下好。对，所以那就是我第一次真的进入比较影视相关表演的东西。然后在那2天的拍摄期，我是非常非常的快乐。我没有想到说，原来这样子的工作模式会让我获得这么大的成就感。对，我觉得我整个喜欢演戏或喜欢表演的这种感觉，是我喜欢一群人一起。所以你最爱的那个环节是大家一起工作在一个作品上面，对，而不是在表演本身的本质吗？当然，表演本身我很沉浸，我很享受。但是我觉得每次就是最让我感动的，都是大家很努力的要完成一个作品的那种向心力。不过你为了表演还有去上课，是精进你自己？去上一个就是北艺大他们硕班的一个，就是他们导演组的硕2的一个
跟演员工作的一个课程，让演员跟导演每一周都会拍片，然后工作，然后每周都要拍片。对，而且昨天才刚结束，昨天是最后一堂。昨天12堂都结束了。对，昨天12堂都结束，然后我真的觉得我收获太多了，就是怎么说？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要拍戏嘛，所以跟导演跟剧组的沟通也是很重要的，很难而且每个礼拜都是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导演，所以我们要一直去适应不同的环境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所以你不是那种剧本来就会乖乖照着演出的人，你会想要跟他讨论，知道想要表达的核心是什么，是不是？一般业界工作，我觉得会比较少时间进行这件事情，所以这也是这个课程比较珍贵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可以跟导演是一起讨论这个创作，就是你们是共同创作者。对，所以这种感觉很美好。其实我一直觉得演员本来就是创作的一部分啊，对，就是他丢给你什么哦，那就是他的自己的诠释。我觉得这是共同创作很美好的部分。如果一切都照导演的想象，那戏剧可能会有点没有那么多火花。我很喜欢演戏一个地方，就是它跟生活是一样的吧，就是活在当下的话，就会有有机的东西出现，真的。OK， 表演是有机的，是。那听说你是个感性的灵魂，你很喜欢亲笔写卡片，而且还会哭。至少频率的话，应该2天，2天哭一次，不可能这么高呢。比如说我上次哭就昨天啊，就是昨天我们结业嘛 ，OK， 感动啊，就是那个氛围，然后大家一起在这个向心力，然后这个凝聚力，这个我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吧？那4天以前呢？就说2天哭一次吗？4天以前吗？对啊，看剧，我看剧也很容易感动。我看一个叫《天后与草莓》，它是 HBO 的一个喜剧。喜剧，可是就是你知道这种喜剧就是很坏，它就是在中间会给你一种很多感动的东西，然后就那种温馨的桥段，就是会让你觉得啊，就是人好温暖，人好温，你到底是多缺乏温暖？不是，就是我就感受得到那个温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被感动，所以我哭有时候不见得是难过啦，感动的时候也很多。好的，那我们在非常棒的氛围里面要来做快问快答2选1，我给你2个选项，好，然后你不能犹豫，要立刻告诉我答案。好。第一个是仪式感达人还是随便过日子？不用选。好，仪式感达人，很仪式。拥抱感受心跳悸动还是舌吻用双唇表达爱意？后面是什么？拥抱还是舌吻？拥抱，绝对是拥抱。情境喜剧还是悲苦时代剧？情境喜剧。好，进军日本还是进军韩国？日本。纯爱抖 M 还是霸道抖 S？ 什么是抖 S 啊？抖 S 就是有抖 S 这个形容。有啊，就是抖 M 的相反。抖 M。好，我们 S 为什么会抖 M？ 好，仪式感达人，你要除了收集这些东西之外，你还有哪些仪式感的行为？比如说我很喜欢点那个线香。很做作吧？我觉得好做作，我真的好喜欢哦。就是对，而且还有分那种沉香跟檀香，那个味道不太一样。这是我爸教我的，因为是我爸影响我的。OK， 是爸爸的关系。是爸爸的关系。沉香跟檀香。对，然后沉香的味道会更，就是很顺这样子，然后但是也比较贵。可是就是我觉得点一个沉香，然后在房间里面就是有一种很疗愈。对。听说你出国还会寄明信片给自己。好做作，好喜欢，好做作，尤其因为我很喜欢去日本，然后日本的 Seven 有一个很棒的功能，就是它可以把自己的照片印成明信片。哦，是哦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啊，因为我就不要买那种旅游的地方的观光的东西，我就买自己看到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我都会带相机，然后自己拍喜欢的照片，寄给自己，然后提醒自己说，这个旅程带给你的感动是什么？超做作，然后他们是在火车上在那边写的。我知道，我妹也觉得我很做作。我蛮喜欢做作的人的，我个人也很，就是我吃饭一定要坐在这个位置上，然后东西都要煎得很漂亮，摆整整齐齐，然后这是强迫症吧？没有，这是我的仪式感。好，仪式感。那你的也是强迫症啊？奇怪。没有，我觉得很棒啊。就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会让，我觉得可能是会让你觉得生活中有些东西你可以控制。OK，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感觉是。没有，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喜欢那个过程，你就做那件事情过程可以让我开心，然后不喜欢随便过日子。对，然后拥抱跟舌吻，你选择拥抱，可是你在很久里面很多吻戏耶，就是有对我也就是哇，有点很骂情呢。没有，我觉得接吻当然是一个表达亲密一个很棒的方式，对。但是我觉得不能跟一堆人接吻嘛，可是拥抱是你可以跟。可以啦，可以啊，个人选择，对，个人选择。我是说，但拥抱我们是不管跟家人朋友甚至你跟你的乌龟，你都可以，也是可以，是可以的，对。然后跟另一半都可以拥抱，然后拥抱的过程中，我觉得那个肢体的温度，还有听到对方心跳的那种感觉，很棒，很亲密，真的很亲密，而且我觉得可以给我很多力量。
觉得拥抱是一件。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，为什么人会需要拥抱？因为你右边没有心脏。哦，好棒的讲法哦，是不是会是？真的，因为刚好会错开，对不对？这样你两边的胸口都有心跳的感觉了，所以你需要。这就很像那种阿凡达那个头发连接的那种感觉，不知道，就是我就觉得，没有，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是一定，我好灵性哦，我好奇怪，没关系，就是我觉得大家是一体的，就最终大家都是一体的，我觉得是这样，所以两个人碰在一起，是一定会让对方感受到你给他的温暖跟力量，那是可以透过你的肢体去传达的。我觉得这点很重要，是吧？因为有时候说话真的是，有些话你说不出来，会唯心之论，但是你的身体很诚实，你的所有的举动都是真的，你的表情什么都是真的，表情、眼神，对。然后再来是情境喜剧，你有敢挑战喜剧哦？我很感觉很难，我超想挑战，我知道很难，可是我真的，因为我太喜欢看情境喜剧，就是尤其是美国那种 Friends 啊，然后 The Office 就是办公室风云，然后 Modern Family 摩登家庭那种，就是我很喜欢那种镜头会这样子生命的那种，然后会看。忽然你给你一个生命，对，就是可能对方做一件很怪的事情，然后你很傻眼，然后你看镜头会，就是你认真做一件很荒谬的事情，别人才会觉得好笑。如果你是带着一种你好像要很滑稽，然后去做一件事情，就不好笑了。可是有时候那个东西是，喜感，我觉得有一点点是天生的。因为演喜剧的人的节奏感，他的身体的节奏感就跟别人不一样。确实，因为我前合作过一个演员，后来也是 YouTuber 蛮红，叫流氓，他就是天生很会演喜剧。就他的肢体之类的。他每个顿点，你就觉得他刚好自在。对啊，确实就是天生有些人就是会带有喜感。那我不是那样的人，但是我会练习。你可以的，你要相信你自己就会，对不对？相信我自己，相信你自己就可以办得到的。好，接下来是要进去日本，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的。这个发愿很大不是啊，你要我选一个嘛？要我选进去日本跟韩国？当然我真的，其实你很适合韩国啊。是吗？你的整个外表是吗？我以为我比较适合日本你日文很好吗？我日文不好啊，可是我在学，对我来说，进去日本就是因为我喜欢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会很想。这个梦想，我身边达到的人不多，很难，我觉得真的很难。但还是有机会，因为毕竟有人做到啊。我认识一个演员叫曾少宗，他就是很积极在往日本发展，他到日本拍了蛮多戏了，好厉害。所以我相信是办得到的。那我要把日文快点学好。你现在日文的程度到哪里？没有，就是 N5而已，N5 N4之间。什么是 N5 N4？你要其实我听不懂。就是日文有一个检定的级数。那可以自我介绍对不对？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私はウビン君です。好，这样就好了，就这样，很烂，也太短。不要，我还没有练习好，但是好，我会努力。然后再来是抖 M， 我为什么问这题？因为你上一首单曲叫《好啦》，如果你现在说爱我，我还是会爱你，到底有多 M 啊？没有，就是不管那个人在什么样的状态，只要说哦我爱你，然后你就 OK。也不是，我在想是不是巨蟹座有关系？没有啊，就是不是啊，巨蟹座就是比较自虐吧。可是那首歌其实是我想象的，我想象一个这样子的情境，我会有什么反应？但的确，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傲娇，然后会就是如果有个人若即若离，我可能会去思念，或是觉得怎么样。天啊，不可以呢，这样很辛苦哎。没有，我有在调整，对，但就是对，就是。但还是忍不住走上辛苦的路，猛摇头，外面猛摇头，表示他没有调整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未来想要开专场是不是？很想开想。可是我觉得开专场就是一个蛮庞大的，就是因为我想要办好嘛，那想要好就是要花很多精力，而且我又希望自己的歌我当然会想要 cover 一些别人的歌，可是我也想要自己的歌有到一定的数量，然后可以给来听的人一个很完整的体验。我想要它很理想化，但我想要它是一个比较不纯粹只是唱歌而已，因为我也是一个演员嘛。OK， 所以我想要它是有一点点故事性的，有点表演性质。你该不还要做这个秀的制作人吧？自己安排很多内容，你想要做事很多对啊，我今天才在我现在跟朋友聊说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这种人，这种人什么人，就很爱创作的人，就是。为什么要一直自讨苦吃？就是那么喜欢一直活该。对啊，为什么一直想要创作东西？然后我就问 ChatGPT 说，为什么我会一直想要创作？这样，他就给我很多个点。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蛮好，尤其是有个点是抒发自己，然后整理自己的情绪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点。然后试着想要跟这个世界找到连接或是共鸣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点。所以就是对我今天的新的体悟啦。你平常喜欢讲话吗？别人对你的印象，像别人以为我喜欢讲话是因为节目的关系，但我私底下其实我没有那么爱讲，因为大部分聊天都在讲废话。
哦，所以我不太讲废话。哦，我如果是这种认真的交流，我很爱讲。废话我好像也蛮爱，就是都会啊。如果跟朋友出去抒压，还是因为对我而言，就是我想要讲话，但不想讲废话，我就把那些话留到创作的时候，换一个新的方式去再讲出来。GPT 有讲到这个对，就是你讲不出来的东西，或是你平常没有说出来的话，你用别的形式去把它体现出来，而且其实会那个作品会长得更美，就比你讲出来的话有趣多了。确实，愿意把自己的故事，然后用不同形式的呈现出来，其实在呈现在大家面前，我觉得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。你也是啊，你不就写了一首歌《房间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机会听你现场弹唱吗？好，我努力表演。把喜欢的海报墙壁上靠绕，让真实的黑胶坐落于窗角，不再需要比较，恐惧的取消早已失去讯号，自信在燃烧，此刻我只要随心咆哮，想哭或想笑，不需大脑，在这里正好，思绪怎么让没人会干扰，在这里很好，世界再胡闹都不被消耗，带着微笑睡着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啊。很好听哎，我会练得更好的。我蛮喜欢你的声音。没有，我觉得对啊，但我觉得对我是不要尴尬啊，没有了，好，很好听啦。我觉得我的声音就是有点像小孩子，是蛮像小孩子。对，这不是一个否定哎，我觉得是一个很真诚可爱的声音啊。因为本来歌手就有各式各样的声音，你好会鼓励人哦。不是，我说真的，就说真的，没有什么一定要。我很讨厌他是一定要唱很高哦，对，我就是声音那个没办法那么高。对，就是每个人的声音有它的限制啊，那听说跟声带的长短有关系，就是你一定有自己能够做的极限。那我们在那个范围里面玩得开心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创作就是这样子啊。谢谢你，我说这么多是要诱拐他以后来演我的戏。对啊，开玩笑的。你还会在开戏是不是？今年我们其实有在写一个东西，想要拍，期待哦。对。关于孤单的故事的，跟房间有关系的，跟房间有关系，这个宇宙的连结是不是？搞不好就有机会合作喽。好，我们期待一下。好的，谢谢秉承今天来玩周边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